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以前最容易打动我的是那种相爱多年，然后克服万难修成正果的爱情故事。于是我在我大学同学的婚礼上哭到不行，为他们多年的感情感动，也期待自己能够拥有这样扎实而稳定的关系。但是我现在不了，我听到哪个朋友恋爱7、8年还没有结婚，是在心中为他们捏一把汗。偶尔看到谁在一起很多年然后分手，虽然唏嘘，但也能理解。无数事实案例向我们证明着，时间装点过的爱情看上去固若金汤，但其实也只是看上去而已。前段时间我刚追完综艺《再见爱人》，里面有一对情侣从高中一直走到毕业结婚，在一块10多年。学生时代的同款水杯和青涩的偷拍照片，大学校园里突然出现送出的生日惊喜，毕业之后一起养的宠物，他们的过往和青春电影里描绘的情景一样，很难让人不羡慕。10多年的感情，对方的喜恶习惯早已了熟于心，他们非常清楚如何抓住对方的软肋激怒对方，也非常知道要如何安抚情绪，蒙混过关。于是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两个人在一起10多年的光鲜表面，感情如何溃烂腐败，无人知晓。节目当中，女生一次又一次的声嘶力竭的崩溃抱怨，眼泪流了擦了再流，男生一次一次的说要改变，要重新再来，可又一次次的在一件件小事面前败下阵来。他们就好像在莫比乌斯环下永无止境的循环，疲惫但找不到任何离开的出口。不止一位网友会说，为什么不分开呢？分开就好了。也有不止一位的网友说，10多年的感情哪那么容易分开。即便争吵了无数次，可要下决心离开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因为过去他对你的好而犹豫。即便清楚两个人确实不再合适，可又为未知的处境而担忧。难道换一个人就不会有相处的困境吗？10多年的感情在面对分别的选择时，未必是一种保护，反而是一种禁锢，让你总是频频回头看向过去，让你迟迟做不出挥别过往的选择。我们好像都习惯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圆满，而不是真正的阖家团圆，厮守终生，总觉得圆满的故事只有这样一种结局。有一部日本电影我特别喜欢，叫《花束般的恋爱》。男生和女生谈了4年恋爱，曾经惺惺相惜，但不同步的生活，不一致的追求，让感情摇摇欲坠。面对不尽人意的结果，男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结婚吧。结婚后，我们又会回到以前那样，花时间一起过完这辈子。好像结婚就是爱情最好的终点，而一辈子就是最好的婚姻证明。不愿让一起度过的时光成为某种意义的浪费。但婚姻也好，时间也罢，任何一种形式上的圆满都无法遮掩一段关系的漏洞。傅首尔在《再见爱人》里
不止一次地在镜头面前讲起他的另一半老刘是最适合他的爱人。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结婚，一起奋斗至今，拥有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两个人在一块15年，养育孩子，共度无数个日夜。但即便如此，面对两个人都不满意的生活现状，还是要正视困难，解决问题。时间只是一起共度时光的维度标尺，不能成为感情是否继续的判断原则。我们不能因为已经付出的时间沉没成本，就忽视现在的感受。要知道，我们过的永远是当下和未来。歌手陈绮贞和她的男朋友恋爱18年，最后决定分开。18年，可能是成年之后的1/3个人生，他们1/3的人生都紧紧地相连在一块儿，似乎之后的岁月理应和这个人共度。但他们的和平分手向我们证明了，成功的关系未必只有一种可能，婚姻未必是一段长时间恋爱的唯一必选项。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被浪费，他们过去收获的爱，会让他们更愿意在未来的时日里付出爱。不是走到结婚的爱情才算成功，敢于走出一段已经不好的关系，其实也是成功。长久在一段关系里，很容易让人丧失独自面对外界的勇气，放大未知的恐惧，宁愿委身于不舒服的感情里，也不愿意迈出那一步看看。但我真的想跟你说，不要放大时间对一段关系的加持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不要忽略自己的感受。希望你选择结婚是为了幸福，选择离婚也是因为忠于自己。最后我想分享三毛在《稻草人手记》里写的一句话：我喜欢看见幸福的人，不管他们结不结婚。晚安，祝你好梦。